Hello， 各位好，我是 Revision Lab 修真所的阿修，歡迎來到我的頻道。今天我們要進行一場深度的知識拆解。其實我們今天要帶各位走進一個充滿大眾迷思，但實際上卻極度考驗實戰能力的領域，也就是真實世界的考古學。我們將透過中央研究院張振華院士的傳奇歷程，不僅要揭開這門學問的神秘面紗，更關鍵的是，我們要從中萃取出能夠直接應用在現代職場的高階思維模型。這絕對是一場關於個人成長與危機處理的深度解析，內容非常精彩，大家一定要聽到最後。我們今天的分析路線非常清晰。第一，我們先來聊聊好萊塢神話與現實的巨大落差。第二，我們去看看一位意外的考古學家是怎麼起步的。第三，拆解他生命中的關鍵導師與方法論。第四，探討他在博物館重建與水下考古新領域的實戰經驗。最後，我們為大家提煉出考古學在現代社會的真實價值。首先進入第一部分，好萊塢神話與現實的落差。當我們提到考古學家，大家腦海中浮現的通常是什麼畫面？我們常常會問你一個問題：考古真的就是在古墓裡面閃避那些致命的機關陷阱，跟反派的武裝分子驚險搏鬥，然後最後找到價值連城的寶藏嗎？其實，像是印第安納瓊斯這類的經典電影，的確把考古學家的形象塑造得神乎其技。電影裡的教授平時在教室裡面溫文儒雅，一到了野外就換上帥氣的皮夾克，拿着皮鞭在沙漠裡大殺四方。但大家要明白，這種被高度浪漫化的英雄主義，在嚴謹的學術界裡面其實是完全站不住腳的。業界甚至會開玩笑稱呼這種為偽考古學，或者是奇幻考古學。重點來了，我們必須用邏輯來解構這兩者的根本差異。在好萊塢的劇本設定裡，主角的動機通常非常單一，就是為了奪取寶物。他們隨身攜帶的工具是手槍跟皮鞭，出沒的環境是充滿機關的致命古墓，而且劇情永遠在強調個人英雄主義。但是真實世界的考古學家，他們的動機是為了獲取知識，是為了研究人類社會與文化的歷史發展脈絡。他們在進行田野調查時使用的工具其實是小刷子、小鏟子，甚至會結合現代科技的透地雷達。他們的工作環境不僅僅是荒郊野外，更多時候他們是待在實驗室跟資料庫裡面，進行非常枯燥繁瑣的數據比對。更關鍵的一點在於，真實的考古是一項極度仰賴團隊合作，並且受到嚴格法律與學術倫理約束的科學工程。真正的考古學家絕對不會把挖到的文物偷偷藏進自己的口袋裡，他們一生追求的是歷史真相的還原。接着進入第二部分，意外的考古學家張振華院士的起點。簡單整理一下剛剛的內容，我們已經打破了那種尋寶英雄的幻象，確立了考古學是一門嚴謹科學的基調。現在我們就來看看真實的實踐者張振華院士。回顧他的職涯時間軸，你會發現這完全是一個不斷突破舒適圈的過程。在1960年代，他其實只是一個為了擠進台灣大學這塊金字招牌而勉強填下冷門科系的大一新生。但是到了1980年代，他已經在美國哈佛大學取得了博士學位。接着，在1990年代，他在中央研究院擔任研究員，發表了大量極具影響力的重要著作。到了2000年代，他更接下了國立台灣史前文化博物館館長的重責大任。這個長達數十年的軌跡證明了一件事：一個人起點的動機也許並不純粹，甚至有點無奈，但是只要持續投入，並建立起強大的方法論，絕對能夠成就非凡的事業。說到他入學的經過，其實有一個非常接地氣也很幽默的插曲。當年大學聯考在填志願的時候，多數考生的策略都是選校不選系，對吧？張院士原本根本不想填台大考古人類學系，因為他當時完全不知道這門學科到底在做什麼。但就在準備交出志願卡的前夕，他收到在美國念書的表姐寄來的信，信裡面強烈建議他把這個錄取分數相對較低的科系填進去，當作進入台大的一道戰術後門。於是他拿起鉛筆後面的那個小橡皮擦，在志願卡上狂擦猛擦，甚至差點把志願卡那張紙都給擦破了，才硬生生的把這個系給擠進了志願表裡面。這種充滿人性真實面的小故事，其實也精準反映了我們許多人在面臨職業選擇時那種迷茫與機運的交錯。我們來到第三部分，關鍵導師與方法論，大師的學術思維與格局。
我們繼續聊下去。雖然一開始充滿迷茫，但臧院士非常幸運地遇到了改變他一生的關鍵導師。第一位就是他的啟蒙恩師宋文尋教授。臧院士曾經寫過一首打油詩來形容這位老師，並將他比喻為現代版的陶淵明。為什麼呢？因為宋教授一生淡泊名利，從來不去追求世俗的財富。他對於田野調查有着極度純粹的熱愛。他常常帶着學生在東海岸進行發掘工作，白天揮汗如雨的挖土，晚上就直接開課，跟學生講解分類的邏輯，甚至上課時手邊還會帶着啤酒，為人充滿了真性情。正是這種對學問的純粹熱情，以及動手動腳找材料的實戰風格，讓當時還是年輕學生的張振華深刻體會到，原來發掘未知的過程是能夠帶來如此巨大的成就感。接下來這一點超級重要，我們常常說，真正的學術巨擘往往是最不擺架子的。臧院士在準備研究所論文的時候，某一天，研究室突然出現一位看起來像高中生，背着建國中學卡其書包，穿着白襯衫的人來敲門。結果這位看起來不修邊幅的高中生，竟然是當時民政國際，在美國耶魯大學擔任人類學習主任的張光直教授。張光直教授完全沒有大牌學者的架子，他主動邀請這位年輕的大學生共進晚餐，並且邀請他加入一項極具開創性的跨領域研究計劃。這個機遇成為了臧院士學術生涯中最重要的一個轉捩點。當時，張光直教授帶來了一個非常前衛的方法論，也就是所謂的文化生態學。這門學問研究的是什麼呢？它研究的是人類如何適應並且改變其所處的社會與物理環境。他嚴格要求研究團隊絕對不能只看挖出來的那些陶罐或是骨頭，而是要結合地質學、動物學、植物學等多方視角，去還原古代人類文化變遷與自然環境之間那種動態的互動關係。這種探討人地關係的分析架構，其實就是現代非常強調的系統性思維。大家想想，這套邏輯放到現代的商業分析裡，是不是也完全通用？你要了解一個市場，絕對不能只看單一產品，你必須研究整個商業生態系的變遷，觀察競爭對手、消費者行為與總體經濟環境的互動。這就是文化生態學給我們現代人最實用的一個啟示。接着是第4部分，博物館重建與水下考古新領域，展現頂級的領導與執行力。帶着這套強大的系統思維與嚴謹的邏輯訓練，臧院士在實務管理上也展現了驚人的實力。這就來到了他生涯中的一大挑戰。國立台灣史前文化博物館在籌備了10幾年之後，竟然在開館的第1個月就遭遇了一場毀滅性的大火。在這種滿目瘡痍、整個團隊士氣低落的危機時刻，臧院士被政府緊急徵召，接下了館長的重任。他拋家棄子來到台東，面對着外界巨大的壓力，他不僅在短短1年內完成了災後復原與重新開館的艱巨任務，更帶領整個團隊進行了徹底的體制改造。最終，這座從廢墟中重生的博物館，在全國1600多個政府機關的嚴格評鑑當中，勇奪了最高榮譽的行政院服務品質獎第1名。這就是一個標準的企業危機處理與轉型管理的成功案例。它完美證明了，具備宏觀思維的學者，同樣能在現實世界中展現出頂級的領導與執行力。危機解除之後，臧院士的目光並沒有停留在陸地上，而是轉向了一個驚人的數字：13萬平方公里。大家可能知道，台灣陸地面積大約只有36000平方公里，但是如果加上周邊的海域，我們其實擁有高達13萬平方公里的海洋領土。在大航海時代，台灣是極為關鍵的國際貿易樞紐，所以這片廣闊的海域底下，絕對沉睡着無數的歷史線索與沉船遺跡。於是，臧院士毅然決然地扛起了開創台灣水下考古這個新領域的大旗。這裡要特別釐清一下，水下考古絕對不是一般人想象中的那種休閒潛水，它是一項極度危險而且科技含量極高的科學工程。要執行這項工程，第一步，團隊成員必須接受非常嚴格的水肺與工業級的技術潛水訓練，取得國家級的頂級技術士資格。第二步，為了應付深水域的高壓危險環境，他們必須精通水面供氣系統的各種作業規範，確保每一次下潛的人身安全。第三步，也是最關鍵的，
他們必須結合海洋科學，利用先進的聲納與透地雷達技術，進行精準的海床測繪與探測。這種將傳統人文學科與現代海洋高科技完美結合的跨領域實踐，正是推動人類知識邊界擴張的最佳示範。最後來到第5部分，考古學的真實價值。分析到這裡，我們已經完整回顧了臧院士的實戰歷程。現在我們要將視角拉高，身為現代職場的專業人士，我們到底為什麼需要去理解這門學問？其實，考古學的核心精神可以用一句話來概括：即便是昨天的晚餐垃圾，也是重建歷史真相的關鍵證據。舉的例子，假設我現在問你昨天晚餐吃了什麼魚，你可能覺得那條魚很好吃，但你完全叫不出它的名字。這時候唯一的驗證方法是什麼？就是去翻找垃圾桶裡面的魚骨頭，透過這些物質遺留來反推那些未被文字記錄下來的真相。這就是考古學的本質，透過極其細微的殘留物，運用嚴謹的邏輯推演，去還原出整個系統的運作方式。所以我們說這門學科培養出來的，絕對不是只會死背歷史的書呆子，而是具備實戰價值的核心技能人才。首先，他訓練了極度嚴密，猶如偵探般的邏輯演繹能力。這種透過微小數據來反推全局的思維，跟現代高階數據分析師的邏輯是完全一致的。其次，透過研究長達數百萬年的人地關係，他幫助我們建立了一種深刻的環境系統意識，讓我們懂得在變遷中去尋找底層規律。最後，他賦予了一種超越短期波動的宏觀視角。當你看透了幾萬年來的文明興衰起落，你在面對現代職場或者是商業市場的那些短期紛擾時，自然就能夠展現出更高的格局與定力。臧院士曾經面對社會上質疑考古學價值的聲音，給出了一個非常自信且霸氣的回應。他說，身為一名考古學家，他對這個社會的貢獻，跟一位半導體工程師或者是一位 AI 人工智慧工程師是完全對等的。這句話真的點出了一個非常核心的真理。任何學科、任何專業，只要你能將知識轉化為解決問題的能力，並且為社會建立起清晰的邏輯與宏觀的視野，你的存在就具備不可取代的巨大價值。在今天節目結束之前，我想留給大家一個有趣的思考題。如果未來的考古學家在1000年後挖掘我們這個時代的數據廢墟，他們會如何解讀你今天留下的足跡呢？總結一下今天的重點，考古學是一套高階的思維模型。從臧院士的實戰經歷，我們學到，只要掌握嚴密的邏輯演繹、系統性分析與危機處理的定力，具備解決問題的核心能力，任何專業都能發揮頂級的社會價值，並與前瞻科技平起平坐。今天的內容就到這邊。如果你覺得這集有幫助，記得馬上點讚、加訂閱、加開啟小鈴鐺。我們正在衝訂閱，需要你的支持。我是阿修，我們下次見，拜拜。